正所谓患难见真情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印度的举动看似支持俄罗斯，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呢，印度没法给。普京正看着一大堆卢比发愁，俄罗斯应该意识到中国才是真正的伙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辉观察。俄罗斯的财政约半数依赖能源出口，但是呢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，面对西方集团的整体的制裁，俄罗斯的油气出口遭到了很大的限制。那虽然在冲突爆发之后的短期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，俄罗斯能源收入一度迎来了一波上跳，但随着俄罗斯和自己以往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对象欧洲的彻底决裂，俄罗斯必须找到新的能源出口渠道。除去中国之外呢，印度是另外一个大幅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，被外界解读为印度顶住了西方的压力，继续为俄罗斯提供财政支持。然而呢，这种判断可能存在较大的误解，印度有着自己的算盘。那首先呢，印度瞄准的是俄罗斯的打折能源，这一点毋需多言。但可能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被外界忽略了，那就是印度正在借助自己的贸易逆差给俄罗斯灌输无用的货币。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呢，从今年4月份起呢，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原油供应国，其供应量超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对印度出口的总和。但是问题是呢，虽然俄罗斯通过的印度出口原因获得了较大的贸易顺差，但是印度留了一手。根据印度商务和工业部的数据呢，在2022年到2023年的前11个月底呢，印度从俄罗斯的进口总额约为415亿美元，出口额仅为28亿美元。这确实让俄罗斯赚取了接近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。但是问题就是呢，这些贸易中的一部分是以印度货币卢比进行的，俄罗斯账上已经积累了几十亿卢比。俄罗斯总统普京看着这一大堆现金，恐怕会非常的头疼。原因很简单，印度卢比在世界贸易中不被认可，俄罗斯用不上这些钱。那首先呢，卢比呢不能够自由兑换，让俄罗斯无法把自己库存的卢比换成其他所需要的货币。其次呢，在全球范围内，印度的商品出口总额仅为2%左右。俄罗斯有没有太多要从印度进口的东西？这也注定着俄罗斯手中的卢比没有可以花出去的渠道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年5月份的记者会上就表示，俄罗斯需要使用账户中的几十亿卢比，而这些卢比呢，应该转换成其他货币。显然呢，俄方看着手中这些一堆卢比现金呢，是确实很头疼，而印度恐怕也是早算准了这一点，才用自己手中的卢比，而非通用的美元购买俄罗斯能源。那事实上呢，相比于印度瞄准廉价能源和提供本国无用货币的做法呢，中国才是真正为俄罗斯雪中送炭。去年中俄两国贸易总额超过1900亿美元，进出口数字都增长明显。俄罗斯从对华贸易中赚取了接近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这其中约有50%是本币结算。不同于印度卢比，俄罗斯完全可以用人民币从中国手中换取其他货币，或者是购买急需的各种商品。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，与中国进行经贸是俄罗斯真正的经济支撑。而印度虽然表现出支持自己老大哥的意思，但其做法着实有些不地道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